手裡有70-80萬的黄金賣不賣呢？現在還能不能进？這一輪的金價上漲到啥時候結束啊？那你们知道行情結束前又會出現哪些情況嗎？全世界的人都在買黃金，那黃金最後的接盤俠又是誰呢？前幾天我有幸和幾位身價過億的老板，還有從業金融20幾年的一些老炮，然後坐一起喝茶聊天，然後我們就聊到了這個事情。其實這期視頻呢，我前天就已經拍好了，只不過是我沒有發。我最近徵求了這幾位老前輩的同意，我決定今天把它發出來分享給大家，也是相當於一些基礎的科普的認知吧。當然我不知道這個視頻能夠留多久，只要是你不懂这個黃金的底層邏輯的，或者說你現在猶豫聽別人說要不要買要不要賣的這些朋友，我的建議是你先關注收藏起來，非常有價值。你往下聽，其中有一個老前輩他是這樣跟我說的，就是現在絕大多數的人以及絕大多數的朋友都被網上的風向給幾乎帶偏了，尤其是現在網上，对吧？天天盯着什麼俄烏打仗啦中東鬧事然後去看這個黃金的走勢他說這些人全都是看熱鬧的，根本就不懂他跟我講，要是你覺得金價的漲跌都是靠這些爛事破事來決定的，那我跟你說句實在的話，你在這個黃金的市場裡面頂多賺個買菜的錢或者賺個賣菜的錢，想要靠它發家致富門都沒有，甚至你都找不到這個門檻在哪裡。這一輪黃金的牛市根本就不是打仗避險這麼簡單，他說背後隱藏的就是美元的不靠譜了說句實話全球就是各國都在偷偷的去換這個硬通貨，硬通貨是啥？就是黄金嘛這波的行情其實跟我們這些小散戶幾克幾十克幾百克的這些沒有任何的關係，華爾街它都算不上這次的主角，真正的主力是誰？真正的大莊家是現在全世界的央行。想在黃金上你去賺這個大錢，他跟我說你要搞懂3個問題，就是央行為什麼跟瘋了似的現在大批量的去購買黃金，那麼以後他會不會繼續去購買，再或者說啥時候他會出手去賣掉。如果說這3個問題你都搞不明白，你手裡就算有黃金你也拿不住。如果你能夠搞懂這3個道理，那麼你就能在這一波行情當中可能吃上大魚大肉。我就問他我說央行為啥瘋了似的去買這個黃金呢？因為我也不懂嘛，我就去請教。他說這個從業20多年的這個金融的老前輩他就跟我講，他說這裡邊有一個人是絕對的關鍵人，就是特朗普。自從他上台以後，你會發現這個世界就沒有消停過又是跟各國打什麼貿易戰啦，加關稅，又是在俄烏、伊朗、以色列這些地方不停的去拱火去找茬，前陣子還嚷嚷着去吞那個格陵蘭島拿捏什麼加拿大最近又跟那個委內瑞拉然後鬧矛盾，激化矛盾嘛，恨不得把全世界都搅成一锅粥，弄得是天翻地覆。再加上前幾年因為口罩的那個事兒漂亮国呢印錢就跟印報紙一樣拼了命的印完之後呢又突然去暴力加息，這個大家都是新聞都爆出來的，都是明擺在桌面上的那現在呢你看他欠了37萬億的債，光每年還利息就要還1.2萬億美元所以說他跟我講，他說小伙子我給你算一筆賬，你仔細聽，漂亮國他賺1年的錢1/4都需要用來還利息，而且呢就好比你現在結婚有小两口正常在過日子，你1個月小两口掙1萬塊錢，那麼你還完車貸還完房貸還完利息就要2500塊錢，而且呢這2500塊錢只是利息，他本金呢他一直一分沒動，你說這日子你能過好嗎？我說那肯定是过得不太好吧。他說要是這個時候你借了20萬給這家人，那麼你心裡慌不慌呢？你敢催他還你的錢嗎？我說那肯定心裡慌呀，那也不敢去催他還錢，因為他沒錢我說對吧。還有就是俄烏戰爭，你看他說漂亮國直接把這個俄羅斯的海外資產直接給凍了，那這不就是纯纯的耍流氓嗎？人家攒了幾十年的這個家底放在那兒，那麼一下就沒了，打水漂了。漂亮國都能對俄羅斯幹出這種事，那麼跟漂亮國好的這些國家，他的心裡會怎麼想呢？他的心裡能踏實嗎？他也不安穩，肯定能夠看清這個現實，也能看清這個事實嘛。所以說他就趕緊給自己去找後路其實我聽到這兒，各位我是蒙圈的我不知道大家你們能不能聽懂我反正是蒙圈的。然後我就把那個老前輩我就稍微打斷了一下，我說
老前輩，這個跟黃金有啥關係嗎？我就問了這麼一句疑問話，那個老前輩跟我說太有關係了，關係非常大。現在全球快有一半的央行都在瘋狂的去購買黄金，還公開的去說明年會繼續買，接着買。說白了，這些國家其實都是在想，萬一哪一天這個美元徹底的崩了，能保住本國錢袋子的只有黃金，而不是鈔票。央行買黄金可不是為了賺錢啊，他跟我講，是為了穩定國家的這些貨幣啊，本國的這種貨幣，這是一個國家的命根子啊。你想啊，一個國家如果說他沒有就是存多少的這些黄金的儲備，人家根本就不認你的這個錢。那如果說匯率一崩盤之後，那老百姓的錢怎麼樣了？老百姓的錢肯定就变成一坨廢紙了嘛。2022年之後，全球央行每年買黃金都超過了將近有1000噸，是過去將近10年的2倍還多哈。你像咱們央行其實更實在，從2024年開始，數據都在那兒統計着，連續1年的時間就是天天買、日買、月買、周買，從來就沒停過，只要買他就買啊。就連漂亮國都是现在是明着買黄金，都不暗着买，就是说給你我要買，对吧？而且呢，还从暗地里从中東澳大利亞運回了600多噸啊，600噸好像是啊。更離譜的是，你看現在全國各國的央行存的黄金，存的比美債還要多啊。然後呢，這也是30年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啊。老前輩跟我講，連漂亮國他都在偷偷的去囤這個東西，你說其他的國家他能不跟着去買嗎？然後呢，另外一個也是從業24年的一個金融的老前輩啊，他拿出了一組數據啊，查出來之後給我看了看，他說你看咱央行現在有2306噸黃金，排位全國就是第5，德國、意大利、法國都在咱們前面。那漂亮國呢，一共是8133噸，這個差距說實話小伙子一眼就應該就能看出來了吧。你看咱們現在經濟體量這麼大，人民幣呢還想走向全世界，那麼黃金的儲備呢，那肯定得接着上漲呀。他說空間這裡邊大了去了，所以說白了就是我感覺就是美元它會越來越不值錢了，持有美債的國家它都害怕了，應該就這麼回事啊。只有拼命的去買這個黃金給自己避險，那漂亮國這個霸主的位置肯定也是在走下坡路嘛。那如果說想把這個事情調整過來，沒個3-5年、10年、8年的，我感覺有點費勁，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東西。你像經濟周期這個東西，它也不是說變就變的，它也不是說變就很快就能變。所以說呢，這波黃金的牛市就是短期它肯定是結束不了的。你再想一想哈，你像咱們普通人買個幾十克、幾克、幾百克，哪怕你上斤1斤2斤，對吧？你跟這些央行按噸去買這個黃金去比起來，你9牛1毛都不如啊，鳳毛麟角啊。金價的漲跌全看什麼？全看央行的臉色。所以說你與其看着你親戚朋友天天在那嚷嚷着，對吧？買不買？該買了，該賣了，天天去嚷嚷這些，你不如直接盯着央行的數據去看。只要央行它沒說停沒開始去往下賣，那金價它就不可能往下去跌。你看現在央行還在瘋狂的去批量的購买呢，你說金價能到頂嗎？你考慮這個問題。當然哈，這些都是一些那個從業20幾年的一些金融的老前輩，我們坐一起聊天的老前輩跟我講的哈，我只是把他今天經過了老前輩的同意，我就把它分享出來了具體的呢，你們自己去做一個評判，我只是給大家分享。其實我感覺懂點股票的应該朋友应該全都會知道，這就好比一只股票放在你面前，那莊家一直加倉，他根本就沒有出貨，那後面肯定還會繼續漲呀，對不对？但是呢，對於我個人而言哈，我這麼多年過來，對於黃金我只有一個觀點，不管任何人跟我說，我只有持有一個觀點，就是如果看長期10年、20年、30年、50年，不管多少年，看長期10年以上，那你想啥时候買啥时候買無所謂。那如果說看短期，直接不買我的觀點始終是這樣，從來沒有變過。所以說你如果說你想要看懂黃金，你就得看懂這個國際局勢去懂一懂這個經濟，別天天緊盯着你那點什麼漲停下跌，今天漲了明天跌了那一點，別瞎糾結，沒有用。那是如果說中途你把黃金賣了，都是因為沒有把這個底層邏輯給它搞清楚的，對吧？一跌你就慌，一漲你就心裡就開始高興然後最後呢，只能看着金價，對吧？卻可能漲得那麼高，然後讓自己呢賣了之後瘋狂的拍大腿，也只能這樣了。你看最近有一個華爾街的那個頂級預言家嘛，
他说了一个2026年的金價可能會漲到6000元每盎司，折合成金價這個金店的價格可能是1800塊錢一克。但是我跟你說，就算這個數它是真的，要是你不懂這個底層邏輯，你也拿不到這個時候，你就稍微一跌，嚇得你自己就趕緊出手賣掉。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的，這就是認知不夠啊！不光就是大家的認知不夠嘛。所以說記住了哈，別瞎猜價格，你要盯緊這個信號，只要抓住這個行情結束的這個尾巴，果斷去賣，那這一波就足夠讓你翻身。這個翻身而且是翻個大身。當然，講到這兒。我只是說一些這個老前輩對我講的話，也是老前輩之間坐一起喝茶聊天分析的一些內容啊。最後呢，他還給我講了黃金就是見頂的4大信號啊，就是這一批，這個我感覺必須得收藏，不管你懂不懂買不買，你都得知道。尤其是你手裡有黃金的，更應該把這個關注收藏起來。4個信號只要一出現，別猶豫，立馬去賣，晚了你就被套牢了。第一個信號就是特朗普下台。這一波黃金牛市從2018年就是發動的這個貿易戰，然後就開始了，然後呢就越激烈，世界越亂，越亂黃金就會越漲，要到2029年的年初他會卸任。那麼下一屆總統如果是一個和平派，他不搞事了啊，他突然就是這種的衝突就是突然緩和掉了，那麼這個黃金的牛市可能就沒有根基了。而且呢2029年剛好是這個牛市的第10年，跟之前的2輪的牛市的周期是一模一樣，這樣買黃金的朋友應該是非常清楚的。那麼這個時間呢，肯定是一定要盯緊的。第二個信號就是央行開始去出售黃金，而不是購買了。那央行呢，作為這一輪的最大的一個金主爸爸，那麼他要開始拋貨的時候，那就是明確的不能再明確的一個見頂的信號了。莊家都跑了，你這些小散戶還留着幹嘛呢？趕緊能跑的就趕緊跑。這個時候，第三個。也就是信號，科技有重大的突破 ，AI 有重大的突破，全球的經濟突然變好，突然發明出來了什麼東西啊？哪天出來一個比較更牛掰的一個對人類有好的有益的科技，比如說新能源 ，AI 人工智能有重大的突破了，開始往外放消息了，那全球的經濟就變好了。變好了之後呢，大家都會忙着幹什麼？去做生意啊，去投資啊，去創業。那誰還買這些黃金去避險啊？錢都開始正常流通起來，去投資去賺錢了。那麼金價是漲是跌，大家應該都清楚了。第4個信號就是全世界不打仗了，都和平了啊，那個漂亮國也不開始挑事找事了。那麼大家呢都會有生意去做了，有錢去賺了。那麼誰還去搶這個地盤，搶這個資源呢？對不對？黃金它的避險功能在這個時候就顯得是蒼白無力，也就是說沒有用了。那麼金價呢肯定是大跌的。所以說你手裡有黃金的，我的建議哈，2029年是一個關鍵的年，到時候看準信號，果斷出還是不出。那麼如果選對了，你就能夠享受這一波牛市帶來的一個大紅利。我感覺大家跟我的疑問最後應該是一樣一樣的，因為我的疑問也在這兒，就是金價一直漲到最後，到底給誰接盤呢？誰來接盤這個黃金呢？啊，然後幾個老前輩在那兒笑呵呵的說，小伙子，別慌，最終的接盤俠是通貨膨脹。我說為啥？他說你看過去幾十年黃金漲了幾十倍，但是錢也跟着貶值了幾十倍，對吧？我說對。你別覺得就是黃金上漲了，其實是你的手裡的錢它是不值錢了。1970年的黃金才30多美元一盎司，2001年是300美元，2018年的話我沒記錯應該是1000多美元吧。這些價格你看它是再也回不去了。那麼因為你手裡的錢越來越毛了，你之前花50塊錢買東西跟現在花50塊錢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啊！之前買那麼多，現在就買那麼一點兒。你想想，同樣的，如果說存200萬，你存在銀行的話，幾年之後你的錢可能就變成了100萬啊，值100萬，不是變成了啊，是200萬的話要到現在買東西啊，就值100萬。那如果說你買黃金的話，說不定你能變成400萬。那些沒有買黃金的人，他不是接盤俠，而是通貨膨脹，就是被這些通脹收割的這些人，只要你能夠跑不贏這個通脹，他說你的現金就會越來越不值錢。而黃金呢，就是一個硬通貨，通脹它根本就稀釋不了它本身存在這個價值。不管是黃金、股票還是就是這些期貨，能賺大錢的都是動腦子、愛思考、能夠想問題、懂邏輯、看形勢的人。
啊。要是你只會就是聽別人說，哎，該買了，該賣了，別人買我也買，別人賣我也賣，一跌我就心慌，一漲我就感覺自己拍大腿，怎麼沒買呀？那你只能永遠當这個市场当中的韭菜。所以说，人永遠賺不到認知以外的錢，這話說的一點沒毛病。要是你想靠這一波黃金，或者說能改變你自己的命運，那就趕緊自己不如好好的提升一下認知，別聽身邊的人說，哎，該買了該賣了，一點用沒有啊。今天反正我是把這些一級別的老板和20多年的這些老金融的聊天，這些乾貨我掏心窩子的掏給你們了。那後續有什麼聊到啥呢？或者說聊到什麼重點，只要是大佬們同意讓我发出來的，那我就會分享給大家。最後也祝願各位你們越來越好。